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诺兰的《奥德赛》正在热映，马特·达蒙演奥德修斯，汤姆·赫兰德演他儿子泰勒·马克斯，安妮·海瑟薇演他的老婆佩涅洛佩，赛皇饰演爱慕奥德修斯的宙斯的女儿，也是位女神啊。可以说这个阵容豪华的离谱。为了拍这部片子，诺兰甚至用上了影史第一次全程的 IMAX 胶片摄影机。那么问题来了，很多人看的呢，其实对背景不太了解的，就会觉得一头雾水。那《奥德赛》到底是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哈？我猜啊，屏幕前肯定不少观众的反应就是《奥德赛》，这不是荷马史诗吗？西方文学的老祖宗，对吧？对，中学课本还提过，名字吧，大家肯定都听过。但是要让你真的就是了解这是讲讲这是什么故事啊？大概率是脑子一片空白的。所以你看这部电影可能是有点云里雾罩的。那么很多人估计也就知道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木马屠城，一个是特洛伊特洛伊木马。但实际上这个木马屠城，这个特洛伊木马呀，是伊利亚特，不是奥德赛，这是两部史诗啊。所以那个伊利亚特讲的是特洛伊战争打仗的事儿，然后奥德赛讲的是仗打完了，奥德修斯怎么回家的事儿。一句话其实也能概括就是一个男人回家回了整整10年，但这10年可是有非常多的风波和曲折呀。这10年里有什么独眼巨人？这独眼巨人也不是一般来头啊，那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还有会法术的女巫，有海妖的歌声，有神仙扣着不让走的爱情戏，还有回家之后血流成河的复仇。放到今天可以说随便拆一段出来都能够拍一部爽片。那这里插一下，就很多人就奇怪，这明明讲的奥德修斯的故事嘛，为什么这个荷马史诗叫奥德赛呢？是因为奥德赛这个词来自于古希腊文中的一个词语。在古希腊文中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特定的后缀，那就是表示是这个人的家族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奥德赛就是指的奥德修斯他们家的故事啊。那所以今天这期咱就把这个流传了快3000年的故事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一遍。就是如果你要打算看电影，到底是这个电影讲了一个什么背景你这看了这期，你心里就会有谱了，知道谁谁谁他们分别是干啥的，又发生了什么，谁和谁是什么关系你就不会云里雾罩了。而且就是对于很多看完电影的人也是非常有好处你可以借着咱们这期回味一下，就这个电影里面你可能有些没看懂的细节，你看完之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是那么回事。好，那咱们现在开始这个故事是从奥林匹斯山诸神的第 N 次全体会议开始讲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常识对于重要的会议千万别缺席，因为你万一缺席的话，没人帮你说话，那可能就是有一些会议上对你不利的一些政策就出台了。那这次会议谁缺席了呢？海神波塞冬就因为他缺席了这次会议导致他的仇人奥德修斯就在雅典娜的帮助下得到了宙斯的批准，可以回家了。也就是说，如果他参加了这次会议，那在他的反对之下，基本上奥德修斯就不可能回家，也就意味着没有奥德赛这个故事了那他为什么缺席了这次会议呢？他吃席去了。那他具体去哪儿吃席了呢？埃塞俄比亚。你可能觉得挺奇怪，就是堂堂海神呢跑非洲吃什么饭是吧？这就解释一下，就荷马时代那个埃塞俄比亚跟咱们现在说的那个非洲国家不是一回事它指的是古希腊人认知里面就已知那个世界里面最南端大地尽头的一片遥远的国度。那个地方的居民被古希腊人认为是全世界最虔诚最高尚的一群人，所以诸神就包括宙斯波塞冬这些什么1把手2把手都有一些不成文的惯例，隔3差5就跑去这片人间净土，接受当地人供奉的一些牛羊的祭品顺便就白吃白喝了一顿说白了就是诸神心目中的团建圣地，就去那个地方吃席他们就特别开心。但这次去波塞冬就吃亏了就是波塞冬这个人他跟奥德修斯是有仇的，后面我会具体讲，就是跟那个独眼巨人是有关的。奥德修斯就把波塞冬的儿子独眼巨人给弄瞎了，所以波塞冬为这事儿就记恨了奥德修斯整整10年，一直在海上给他使绊子，就不让他回家。只要当时波塞冬在场的话，这个会可能能开起来，但是如果雅典娜想给奥德修斯求情，说你把他放回去，波塞冬当场就能把他怼回去但这次就不一样了，你看他跑去吃席了，那会场上少了这么一个死对头，那雅典娜就逮着这个空子，抓紧就向宙斯求情雅典娜表示特洛伊战争之后，伊萨卡岛的这个奥德修斯王已经10年没有回家了，恳请宙斯准他回家。
那为什么雅典娜这么帮助奥德修斯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哈。这奥德修斯啊，他是希腊英雄里面最不依赖蛮力，而是以机智啊、狡黠呀、多智著称的那么一个智多星。比如，几乎全球所有人都知道的这个特洛伊木马，就是他的杰作，他的主业。就是在特洛伊被围困10年，然后久攻不下的时候，奥德修斯他就献出了这么一个木马计，他就建议这个希腊联军假装撤退，然后留下一座巨型木马作为给雅典娜的献礼，并且在木马的腹中暗藏了精锐的战士，最终啊一举就攻破了特洛伊城。那在雅典娜眼中，奥德修斯那就是他在凡间的代言人和心头好啊。经过雅典娜这一番游说，然后众神就表示，哎呀，这大哥太惨了，得让他回家呀。所以这个宙斯最后就决定拍板了，让雅典娜去伊萨卡岛，说服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克斯出门寻父啊。为啥呢？要他儿子出来找他父亲呢？因为他父亲啊被困在一个岛上，现在没有船，也走不了，所以呢就让他儿子出来帮忙啊。那咱们就说到这个伊萨卡岛了。伊萨卡岛当时啊，那可是梁山好汉全在此，有108个求婚者堵在奥德修斯家里啊，声称啊要向他的老婆求婚。他老婆啊就是那安妮海瑟薇，大美女演的啊。这听着怎么就好像有点不懂是吧？那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就为什么在奥德赛这个英雄世界里哈，就是国王跟国家跟咱们现在理解这些东西呢不太一样。就那个时候的一个国王，他地盘呢其实就是通常就一个城邦那么大，就还不如中国的一个市长啊那权力大呢，就那么点人，就一个城邦。那法律呢也没有成文法，就大家平时都遵守那种习惯法，也就是自下而上那种传统的习俗为主。那这些传统习俗呢，那么有一条就啥意思，就是家里如果来了客人哈，必须得招待，就尤其这个城邦的主人，也就是所谓的国王，不招待那就是失礼。那这种习惯传统习俗归谁管呢？就是众神之王宙斯来管，所以呢他也叫做主客之神。这个规矩的初衷啊，其实是好的，因为你想嘛，那个时候嘛，古希腊那人如果外出远行，可能就会遇上海上的风暴啊，又或者是强盗，所以就有可能流落在外。那么主人无条件的招待客人，大家互相帮助，这就可以相当于彼此增添了一层社会保障。但是啊，这再好的规矩啊，也怕流氓啊。这群求婚者啊，就趁着奥德修斯不在，就打着做客的名义赖在奥德修斯家里就不走，还天天他妈大吃大喝，可着奥德修斯的家底儿造。同时啊，到处宣称说奥德修斯啊这么多年不归来，生死不明，那就是死了。那这些求婚者就说哈，那既然奥德修斯啊已经死了，那你佩涅洛佩是不是就应该改嫁呀？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就按照当时的惯例，就是说如果女人死了丈夫的话，那就要由回娘家，由父亲来决定再嫁给谁。但是如果这个佩涅洛佩走了，那么奥德修斯的家业跟他就没啥关系了。就如果这个佩仪不走哈，他又扛不住压力，那从求婚者里面挑一个改嫁的话呢，那么这位娶了奥德修斯老子的这位啊，他就能借着这个由头跟王位更进一步。当然你肯定会问说，奥德修斯的儿子在干嘛？答案就是他儿子还没在社会上取得自己的地位，想要继承王位是力有不逮。就是在荷马史诗里面，家庭呢是一个包含了土地啊、奴隶啊、亲属和政治声誉的整体的这么一个家庭单位。所以啊，这个求婚者想要争夺的其实是奥德修斯的家产，再加上他的政治声誉。而忒勒马克斯，也就是奥德修斯的儿子，我们简称忒勒哈。如果他想要抛弃自家的政治声望，只保留家产呢，也不是说完全不行。但问题是啊，就是你看他爹他爷爷不做国王了，然后那你又留着这么大的一份家产，这留得住吗？是不是？你就没有国王这种政治地位，你是留不住这么大的家产的，就很容易被别人剥夺。所以如果这个 Taylor 宣称他的父亲去世了，然后他来继承，那就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年纪又小，资历又浅，保不住老爹的位置哈。这也相当于把他爹的位子拱手送人。这个 Taylor 呢，就是蜘蛛侠的扮演者荷兰弟饰演的。所以呢，这个奥德修斯的媳妇儿啊，佩仪，他就决定啊，先把事情拖下去，等到这孩子啊彻底长大成人之后再说。因此啊，他想出的办法就是啊，表示自己先得给公公织完一件寿衣，然后再谈改嫁的事儿。得说啊，他公公现在还没去世呢，实际上，但是要提前做准备啊。那这件寿衣呢，就是白天织，晚上拆，足足的拖了3年。这段故事啊，很多人可能都听过啊。反正他就是拖，想等他儿子成年以后再说。
但是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求婚者们的应对策略啊，就是吃他娘的，天天来求婚，天天吃，就把奥德修斯这家搞得是鸡犬不宁啊！来了就杀牛宰羊，你不愿意拖吗？好，那我是看你先能拖到孩子长大，撑起家业，还是先被我们吃空家底受不了求饶。所以你这位佩仪，你这位太太啊，你也不想你们家家产最后都被吃空吧？这就是希腊神话里的吃绝户啊！而雅典娜就在这个时候出手了。哎，你慢慢讲吧，我先去接孩子了。行，拜拜。大家接着听。当然了哈，人家雅典娜是个神仙，她不能没事儿就拿真面目见人，所以她化妆成了奥德修斯的老朋友，登门拜访。然后呢，她就见了 Taylor 之后呢，就表示说啊，你爹还活着，但是呢，现在被关在一个岛上，所以你得赶紧开会，召集公民集会，当面要求呢，就把这些求婚者给赶跑，说你爹还活着，然后呢，备船出海去找爹。这个公民集会值得一提啊，后世很多人就把西方民主政治的鼻祖归于此会。但是呢，这时候的这个公民集会还是有很多黑幕的，因为啊，这个集会里面的不少人啊，就是这个求婚者里面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就是利益诉求跟他就不一样。所以当这个 Taylor 提出诉求的时候，就被人这个公民集会很多人咔咔一顿怼，就非常没有面子，眼看着就要被怼回去了。这个时候，宙斯显神通了，让两个老鹰啊在空中大战，然后有个占卜的半仙儿一看，大惊失色，哇！奥德修斯肯定要回来了，你们这帮求婚者一个都活不了。那这帮求婚者肯定不认可呀，他们说啊，这个封建迷信要不得。这个时候，这个 Taylor 呢，他就只能是自己备船出海，但是因为你看被反对嘛，被挤兑，他想出海呢也搞不到船啊。这个时候呢，雅典娜呢就发力了。雅典娜呢不仅帮他弄到了船，还帮他找了水手，然后帮助他连夜偷偷出海。在雅典娜的这个指引下呀，Taylor 呢先去了皮洛斯，找到了涅斯托尔，又去斯巴达找到了莫涅拉俄斯。这俩人啊，当年都是一起啊去远征特洛伊的将领。见面之后啊，这个老将涅斯托尔就讲了不少特洛伊的往事啊，还讲了这个统帅阿伽门农回家路上遇害的过程哈，这个我不详细说了哈。总之啊，就是涅斯托尔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最后表示我不知道奥德修斯在哪儿。反正就是读者你看着挺过瘾，但是呢，对于Taylor 来说就是一堆废话。最后他说啊，你去斯巴达问问吧，这算是一句有用的话哈。然后等到这个 Taylor 跑到斯巴达之后呢，这个莫涅拉俄斯算是说了点有用的。他说呀，我在海上是漂泊了好几年才回来，在埃及法罗斯岛上被海鲜指点，从这位神明口中得知啊，奥德修斯还活着，被卡里索普扣在一个孤岛上，没有船回不来。这位卡里索普啊是赛皇扮演的，我们后面简称为卡皇哈。那这位卡皇呢，她是泰坦神阿特拉斯的女儿，在奥吉吉亚岛上来隐居。奥德赛称她为神女中的女神。奥德修斯在回家的路上就飘到这个岛上了，然后就被这个女神啊一眼就看中了，直接被扣下了啊。反正就是奥德修斯非常有魅力啊，就不止这卡皇一位啊，后面还有一位女神也看上他了，后面详细讲哈。然后卡皇呢还给他画饼，说如果你肯留下来跟我做夫妻哈，我就赐你长生不老。听到这儿啊，奥德修斯的儿子 Taylor 就为难了，说你看我爹被女神看上扣住了，那我咋办？我跟女神抢人呢？这时候啊，这 Taylor 出海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哈。求婚者呀，听说这个消息之后都气急败坏的，就准备半路上就设埋伏，把这个少年给干掉，以绝后患。奥德修斯的妻子佩婶啊，听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难受啊。于是雅典娜就托梦安慰他说啊，你儿子有神灵保护，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咱们再说宙斯那边哈，宙斯呢为了贯彻众神会议的决议，让商旅之神赫尔墨斯去通知卡皇放人。但是卡皇这时候啊，正小日子过得非常舒服啊，跟奥德修斯正在双修嘛，所以接到通知之后啊，当然是一肚子委屈了，但他也不敢违抗宙斯的命令，只能不情不愿地帮助奥德修斯准备造罚的工具和材料。而奥德修斯啊，他就是有点犹豫了。这个时候，因为你看他已经被扣了7年，你看7年你都没放人，现在突然就要放人了，他因此啊就觉得这个他是不是有啥新的阴谋啊？所以啊，他就非要卡皇指着明和发誓不再害他，他才肯动手造这个木筏子啊。但是呢，卡皇听到这个要求之后，眼都没眨，咔咔就起誓了哈。因此，这个奥德修斯啊就造了这个木筏，然后就出发了。
然后就在他隐约能看到陆地的时候，海神波塞冬从埃塞俄比亚回来了，就看着这木筏了。前面我讲了啊，海神跟奥德修斯有仇啊，一看好家伙，这奥德修斯敢在我波塞冬的海上玩船，于是啊就掀起了狂风巨浪，把木筏是打了个稀烂。奥德修斯啊咕咚一声就掉进海里了。幸好有一位海女叫伊诺，可怜她化作了海鸟，给了她一条不朽的头巾，让她不沉下去。她就靠着这个头巾啊，在海里扑腾了2天2夜，在雅典娜的暗中保护之下，终于侥幸得救，飘到了岸边，睡了过去。这片海岸呢是费阿克斯人的海岸，所以第二天早上，费阿克斯的国王的女儿就把它捡回去了。你看，还不是一般人捡，就是这国王的女儿。前面我提到，那时候的古希腊是有着非常周到的待客礼仪的，所以呢，这次呢待客礼数也用上了。国王热情的就接待了他，并许诺给他一条船送他回家哈。本来接下来的故事就应该是他怎么回家了，但是啊，在费阿克斯期间，他就听到了传唱特洛伊的往事的歌谣，心事重重，泪流满面。于是老国王就误会了，说你哭啥呀？我这礼数不周吗？你怎么还这么哭呢？于是啊，奥德修斯就赶紧解释啊，是因为我听到往事伤心了，然后就说出了他自己的名字。然后之后呢，用了一夜讲了自己在特洛伊战争之后漂流10年的往事。于是这个时候重点就来了，下面讲述的就是荷马史诗《奥德赛》这其中最精彩的章节。话说当年特洛伊之战之后，然后奥德修斯呢，他是带着12条船开始了归途。在半途中，这风啊就把他们送到了基科涅斯人的城市伊斯马罗斯，然后奥德修斯就招呼兄弟们要上岸做一票。从现在这个道德标准上来看，这绝对是妥妥的强盗行为，是吧？但是在古希腊人的角度看，这是英雄气概啊！而且呢，这个基科涅斯人当年是特洛伊人的盟友，所以说奥德修斯这帮人啊，上岸去烧杀抢掠一番，毫无心理负担。在这个过程中，奥德修斯没有杀死城中的阿波罗祭司马伦，也没有伤害他的家人，算是给诸神留了面子。所以啊，马伦为了道谢，就送给他黄金，还有神赐的烈酒。大家记住这坛酒啊，后面有大用，就是他后面得罪海神波塞冬跟这坛酒还有关系啊。等到这奥德修斯杀完人、抢完货，然后就地摆开筵席，大快朵颐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大意了，没有赶紧闪。然后那些逃出来的幸存者就召集了帮手，第二天早上杀了个回马枪啊！然后最后奥德修斯这伙人呢就被杀的是大败，逃之夭夭，平均每条船折损了6个人。结果再次上路的时候呢，他们又遇到了风暴，风暴就把他们吹到了10连族的地盘。据说这地方的人拿莲果当饭吃，凡人吃了之后啊，就会忘记自己的家乡，就想在这儿待一辈子。然后奥德修斯就派几个人去打探哈，然后这几个人就尝了这个莲果。果然他们吃了之后就乐不思蜀，还得靠大家拖拖拽拽把人捆回船上锁了起来，然后就赶紧起航，就远离此地。但是因为天黑雾大，这船队啊就糊里糊涂的在一座小岛上靠岸了。结果仔细一看，哇，独眼巨人的地盘，就跟波塞冬结仇就这么来的。这独眼巨人啊是海神波塞冬的孩子，平时呢就在岛上放羊为生。好消息是，奥德修斯他们靠岸的这个小岛，其实离这个巨人岛还是隔着一小片海的。这些巨人呢又不会造船，所以这个岛有天然的良港，却没有人居住。本来奥德修斯这些人就你在岛上休息一下，然后走就完事儿了。结果这个奥德修斯这好奇心就又犯了，他就把船上这些兄弟们召集在一块儿，决定去对面的这个巨人岛上去看看情况。结果他们偏偏就闯进了这个独眼巨人的一个山洞。奥德修斯就发现这山洞里有挺多粮食啊，因此啊，他就计划等这个主人回来之后，拿宾客之礼跟巨人讨点礼物。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长途旅行嘛，需要一些补给，然后古希腊不又有这个待客之道嘛？谁知道这个巨人回来之后啊，他是赶着羊群进洞之后，随手就扔下一块大石头，把洞口就给堵上了，然后抓起2个户人，咔咔咔就吃了。奥德修斯就表示，我来这儿你不招待吗？你不怕主客之身宙斯降罪吗？但独眼巨人表示，家父波塞冬，朝廷里的2把手或者3把手啊，所以啊，爱咋咋地，我不管他这个那个的。巨人吃饱饱餐之后啊，就往羊群里一躺，美美就开始睡觉。
而奥德修斯啊，本来是打算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杀了，但是转念又一想，这巨人死了之后，洞口那块巨石是谁也搬不动啊，大家还是困在这个山洞里等死啊，所以怎么办呢？好办，就等啊，这个第二天巨人外出的时候，奥德修斯他就削尖了一根橄榄木的长杆，在火上就烤。你为什么要烤呢？烤的让它水分蒸发之后变得很硬，然后就藏起来，等这个巨人晚上回来。然后这巨人回来之后，照例吃了2个活人之后，奥德修斯这个时候就现身了，掏出好东西就表示：哥们儿，你干吃不腻吗？你看看你老铁这有啥？神赐烈酒。对，就是前面提到的阿波罗祭祀马伦给的那坛神赐烈酒。巨人在岛上哪喝过这玩意儿啊？那一喝之下就喝嗨了，就问奥德修斯啊：你叫啥名字啊？我作为主人也有一个小礼物给你。奥德修斯想了想，说自己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叫我没人即可，就是 no one 的意思。这个巨人表示那既然你把名字告诉我了，那我也就给你这个小礼物啊。就是这礼物是啥呢？就把你留作最后一个吃啊，就是让你多活几天。然后就又睡觉了。这奥德修斯就赶紧跟同伴过去就把藏起来的那根已经烧干的那根木杆的尖端又插进火里烧红了，然后咔嚓一声就插进了独眼的那个巨人那只独眼里。巨人疼的是嗷嗷惨叫啊！岛上其他的巨人就闻声赶过来了，在洞口就围观，说：“咋了，哥们儿？有人害你吗？谁害你的？跟我们说说。”洞里的巨人就激动大喊说：“没人在害我。”他没人是指的这个奥德修斯，no one。但是你说奥德修斯就非常狡猾呀。然后洞外的那些巨人表示：“那别扯了，既然没有人害你，那你疼成这样，肯定是招了神罚呀。去找咱爹波塞冬去祈祷吧。”于是就散了。巨人剧痛之后，决定把羊都赶出去，然后在洞里面跟奥德修斯他们这帮人死磕。所以他就搬开大石头就坐在洞口，把羊呢，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嘛，就一个个放出去。奥德修斯前面讲是非常机智多谋的，他一想你这有啥用啊？于是就跟同伴就捆在羊肚子下面，然后这个羊出去一只，巨人他看不见嘛，他就摸一只，但是他就没有摸这个肚子，就摸这个羊的后背。所以他就以为只是把羊给放出去了，其实这奥德修斯他们藏在羊肚子下面就都逃了出来。他们逃回船上就开始往回滑呀，结果滑了一段距离之后，奥德修斯他们又开始犯贱了，扯着嗓子嗷嗷喊说：“独眼巨人，你活该遭报应。”然后喊完之后还觉得不过瘾，又喊说：“要是有人问谁弄瞎了你，就说是住在伊萨卡的战士奥德修斯。”好家伙，这下巨人就暴怒冲到岸边就掰下大石头，一块一块顺着声音就扔过来。问题是他眼睛毕竟不好使了嘛，所以这些石头都是有惊无险的，擦着船帮就掉到海里面去了。最后这个巨人实在是没招了，他就使出希腊神话世界的终极奥义，向波塞冬祈祷，开始祈祷他爹显灵，让这个奥德修斯永远回不了家。就算他命大能回来，也得失去同伴，回来之后还得遭罪。所以奥德修斯为什么10年回不了家，就是因为他得罪了海神的儿子，然后从而又得罪了海神。不过这个奥德修斯当时他不知道后面等着他的是啥，他就离开了独眼巨人岛之后，他就带着船队就来到了蜂王埃俄罗斯的地盘。蜂王非常客气热情地接待了奥德修斯，然后给他了一个封带。蜂王就表示众神把管风的这个权利交给我了，那哥们儿呢，现在把逆风全装到这个袋子里了只要你们不打开这个袋子，你们就是一路都是顺风，你们拿着袋子就回家去吧。奥德修斯他们一听就惊了，航海这么多年哪见过这玩意儿，就把这个封带就挂在船边，然后奥德修斯亲自把这个船帆9天9夜没有合眼，这个船队就一路顺风，眼瞅着就到家了，甚至已经看到了伊萨卡岛的轮廓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奥德修斯实在是撑不住了，打了个盹，就这么一打盹的功夫，你说那些船员就手贱把封带就打开了，顿时是珠风大作各种狂风，各种乱七八糟的风就吹过来了，把船就吹回了那个蜂王埃俄罗斯的岛上。埃俄罗斯一看到他们去而复返，大惊失色哇，这什么邪恶力量把你们拦住了？等他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就更加的害怕了。他估计这些人是遭到了诸神的诅咒，所以他就想别往里掺和了。然后奥德修斯就只能是论成败，人生豪迈，从头再来。这回他们没有了风带的保护，就是说不能只是顺风了，所以他们就得划这个船就干划。
滑着滑着就先碰到了吃人的巨人。这个巨人啊，从悬崖上扔下了巨石，本来是到现在完完整整的12条船的舰队被砸沉了11条，只有奥德修斯的船侥幸逃出来了。死里逃生的残船就飘到了埃埃亚岛，这个岛上住着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女儿基尔克。在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后代是出了不少有名的巫师的，基尔克就是把那个草药巫术玩到了极致那位啊。他就摆开筵席招待奥德修斯派到岛上来探路的同伴。那这些人吃喝了之后，基尔克就咔嚓一下就施展巫术，把活人全都变成了猪啊！也不知道这个《千与千寻》就宫崎骏那个动画片是不是灵感也搁这来的哈。结果这些探路的人里面有一位啊非常有心眼儿，他就没进去吃席，躲过了一劫。然后他就把消息就带回给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就提剑要去找这个女巫算账，结果走到一半，赫尔墨斯把他给拦住了，就是众神中的一位，给他送了一株仙草叫魔铝，说是万一有问题可以当解药用，还教了他如何逼着基尔克发誓不再害人。于是啊，这奥德修斯照葫芦画瓢制住了女神，也救回了同伴。基尔克被制住之后大惊失色呀，哇！你是一个凡人，你没有被迷幻。想当年赫尔墨斯跟我预言过，说有个命中注定的人要来寻我，估计就是你了。那什么，你就快来跟我双修吧。于是啊，就这么离谱，就奥德修斯就开始在岛上双修，然后就失联了。1年过去以后呢，还是他的同伴提醒了他一下，奥德修斯才想起来，哦，还是找基尔克问问吧，怎么回家的事儿吧。结果这基尔克呢，人家是活好不粘人，表示留不住你我就放你走，但是呢，你得先去冥府向王者中的先知请教归途。于是奥德修斯就硬着头皮渡海去了世界尽头的冥土。他按照基尔克教的法子啊，就挖坑献祭，用牲口的血召唤王者。古希腊人认为啊，亡灵是嗜血的，亡灵喝了血之后呢，就能开口说话。被召唤来的先知喝了血之后，果然啊，他就说出了一些天机，就说你回家的路上哈，最大的危险是太阳神的牛群，千万别碰。还有你回家之后呢，还有一场大乱在等着你。然后在冥府中啊，奥德修斯还见到了故去的母亲，还见到了阵亡的老战友，也见到了荷马反复念叨的那个统帅哈，就被妻子和情夫联手害死的阿伽门农。阿伽门农还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啊，提了一个忠告，就说你回家之后啊，千万要提防妇人啊，什么话都别全跟他说。这后面还都埋了伏笔。最后这奥德修斯跟冥府就道别，回岛补充给养，和基尔克依依惜别。然后这一路啊，又是惊险万分啊！好在有基尔克的提前指点，他几乎全都惊险过关了。比如啊，经过这个海妖塞人的岛屿附近的时候，他就按照基尔克的说法，说让他的那些手下都用蜡给封住了耳朵，又让别人呢把他自己绑在桅杆上。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海妖的歌非常动听，他想听，所以他就不封耳朵，他要听这歌。但是听到歌的人就会受到海妖的引诱，就会把船开向海妖的岛屿而触礁沉船。所以他自己听歌，把自己绑住，手下不听歌，手下开船，而且要手下呢不要听他的指令。于是啊，他是好听的歌一句都没落下，人也确实因为听歌也疯癫了一下，但是被绑住了也没出啥大乱子，船和他的手下呢也都完好无损的安全的度过了这个岛屿。但是很可惜啊，海妖中的一位也迷上了奥德修斯，咱也不知道他为啥魅力这么大哈。因为奥德修斯开船走了之后呢，他还殉情了。再之后啊，就是他们要过一道险峡，峡呢这边是长着6颗脑袋的女妖斯库拉，峡那边是每天3次吞吐海水，能把整船人马全卷进去的大漩涡。那这次呢，奥德修斯他就做出了一个极其残忍的决定，就是听基尔克的哈，就是贴着斯库拉这边走。那代价就是6个同伴被女妖的6个脑袋给叼走了。反正啊，就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终于来到了太阳神的牛岛。这个岛的名字叫特里纳基亚。先知和基尔克都强调过，说这个岛上的神牛你是绝对不能碰的。然而现在呢，就剩下这么一条船了嘛，然后又被逆风困在了岛上，动弹不得，粮食也没了。所以奥德修斯啊，他是千叮咛万嘱咐，还是有他的手下就趁着奥德修斯睡觉的时候把牛杀了，就想吃。结果这怪事儿就来了，牛皮在地上爬，烤着的牛肉还发出了吼叫。太阳神也得知了此事，大怒，找宙斯告状，说你这个你不给我公道的话，以后太阳我就不照人间了，就去冥府放光。
宙斯表示啊，别冲动，我给你做主。然后咔嚓一个雷，把刚离开岛的奥德修斯他们给劈了。也就是说，奥德修斯的同伴到此为止全都挂了，只有奥德修斯一个人抱着船板在海上是漂了9天，最后漂到了一个岛上，就奥吉吉亚岛。在这个岛上等着他的就是后来他扣了他好几年的那位神女卡皇哈。那剩下的几年，那故事就是啊，他们单调而无聊的睡了聊，聊了睡。然后卡皇得到了他的身体，却得不到他的心，他就总惦记着回家。奥德修斯把他的前面这段故事给菲阿克斯人的国王讲了之后啊，这国王老感动了，说那我必须得备下快船和厚礼送你回家呀。所以这次他终于平安踏上了伊萨卡岛。随后啊，雅典娜就及时出现了，告诉奥德修斯啊，说他家里有一群梁山好汉呐，就是108位求婚者啊，这些人正在他家里胡作非为呢。那怎么办呢？得把他们干掉。那干掉之前呢，要先找帮手，要踩点，而且很重要的是不能大肆的宣扬啊。所以雅典娜就出手了，把奥德修斯就变成了一个枯皮白发的老乞丐，去找他忠心的仆人牧猪人欧迈俄斯。同时啊，这个雅典娜还施展了神力，跑到了斯巴达，催促忒勒赶紧回家啊，说你爹已经回家了，你赶紧回去吧，并且指点他躲开了求婚者的海上的埋伏。这个牧猪人欧迈俄斯啊，其实他原本也是国王的儿子。当然，在那个时候，古希腊城邦是遍地都是，王子不算什么稀罕物。这个王子呢，他小时候被商人拐卖到了伊萨卡，后来就成了奥德修斯家的奴仆。而且他有个特点，知礼数，懂感恩，20余载忠心耿耿。所以奥德修斯最信任的就是他。在牧猪人的棚屋里，他最后啊，终于等到了多年未见的儿子。讲到这儿，可能有些人有个疑问啊，就是说，你看，那现在父子重逢了，把那些求婚者轰走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杀掉这些人呢？但咱得说，在当时的希腊，不杀还真不行。先说一个扎身的现实啊，就是说你把他们轰走，得有轰的资本啊。这奥德修斯这个时候，你看他是个什么状态啊？就是一个刚从海上归来的糟老头子，身边就是一个儿子，还有2个中仆，对面呢就是100多个求婚者，大多还是岛上贵族的儿子。那你拿什么赶人走啊？你就喊一嗓子，说你们都回去，我回来了，那人家都乐了。所以这事儿根本就不是说赶人就能解决的。这些人图谋的可不是白吃白喝，或者是说佩仪这么一个女人，他们先是散播谣言说奥德修斯已经死了，然后又要密谋害死他的儿子，为的其实就是吞掉他们的王位和家产。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客人，什么求婚者，就是要杀你的儿子，抢你的老婆，夺你的家产的仇人。所以啊，这搁在哪个文明里，可以说这都是一个摆在眼前的血海深仇，绝对不是说请你们走就能翻篇的事儿哈。而且在古希腊那个英雄世界里面，伸张正义这件事儿，从头到尾靠的都是血亲复仇，就是谁欺负了你，那么你或者你的家人就有权也有义务亲手讨回来，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这已经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儿了，是社会默认为你必须这么办。就比如有的人说啊，我以德报怨，不行。如果你真那么干的话，那在那个希腊的英雄世界里就没法立足了，以后谁都能来欺负你了。所以奥德修斯要是把人赶走就了事儿，那约等于告诉全岛，就我们家的仇不用血偿，随便以后你们怎么造都行，最后大不了走人就行了。所以这么干是非常丢人的，家族的这个政治声誉也就直接归零了。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是，就赶走了之后呢，那怎么这帮人那家里也都是有头有脸的贵族啊，那他们这些人喘口气儿，再团结一下，照样能改天纠集人马杀回来啊。而且在这个史诗的后面，求婚者的家属就是这么干的。奥德修斯如果不斩草除根，等于把仇人放回去攒实力，然后他们再团结一下，回头再来一波，到时候他和他儿子的性命都是堪忧的。所以对奥德修斯来说，这根本不是说要不要下狠手的选择题，而是不下狠手，他们全家都得完蛋的一个生存题。所以杀才是唯一能够一次性解决问题，并且在当时的规矩下是站得住脚的办法。所以最后他们和雅典娜人神联手决定杀。于是啊，他们爷俩就一起算了一下求婚者的数量，毕竟对方的数量庞大，他们只有几个人啊，他们就开始商量怎么才能够达成他们的目标。最后商量出来的计划是简单粗暴，把客厅里的兵器先都偷偷搬走藏好，这样呢，这些求婚的人就没武器了。然后奥德修斯为主来动手，忒勒在旁边协助。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呀，忒勒首先回家打前站，奥德修斯呢继续扮演他的乞丐，由放猪的这个牧猪人把他领进城去。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20年之期已满龙王归位的戏码了。奥德修斯他先是化身为乞丐嘛，然后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向求婚者们讨饭。领头者的一看，哎呦，这臭外地的臭要饭的来了，然后拿起板凳就照他的背就砸过去了。这还不算完啊，这群人还怂恿他跟另外一个乞丐直接互殴，供大家娱乐。之后啊，有意思的事儿就来了。黄昏的时分，佩仪就是他的老婆，请这位乞丐来见一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来啊，佩仪的丈夫不是音信全无嘛，于是啊，凡是流落到伊萨卡的外地人，佩仪他都会召见来询问，希望从这些人身上能得到一些关于奥德修斯的一些线索。而且这个放猪的已经提前透露了，说这位生面孔是走南闯北，兴许听过奥德修斯的消息啊。等到他俩见面的时候，奥德修斯又想起来阿伽门农不是给他过一个忠告嘛，所以他在跟妻子见面的时候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身份，他自称啊自己是克里特王孙，当年款待过远征特洛伊途中受阻的这个奥德修斯，而且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奥德修斯的衣着打扮。那佩仪一听就知道，哦，那他是真见过呀，所以当场就流下眼泪了。奥德修斯察言观色，还说我听说呀，奥德修斯还活着呀，还对诸神发誓，说他这1个月之内一定回来啊。那算是给他的媳妇儿呢稍微宽慰了一下。于是这佩仪就说呀，借你吉言，然后就让女仆呢给奥德修斯沐浴更衣。然后奥德修斯就说呀，你这别找年轻的了，就找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给我清洗脚就行了。洗完脚之后啊，这王后又来见这个奥德修斯，就请他来解个梦，说呀，他梦见一只苍鹰从天而降，杀了20只大鹅，然后苍鹰开口说话了，说他自己啊就是马上要回来的丈夫奥德修斯。然后奥德修斯就说，那还有啥说的？那说明这个国王肯定能回来呀。于是这佩仪就心里就乐开花了，然后马上决定用比武的方法解决这些求婚者。于是第二天佩仪就宣布了用比武的方式来招亲，其实目的是想把他们给解决掉。他就从内室啊拿了一把奥德修斯留下来的弓，又拿了12把铁斧，表示啊谁能拉开这张弓，而且呢能一箭射穿12个斧孔，就嫁给这个人。这个事儿他为什么提这个要求呢？因为当年奥德修斯可是能做到的。于是求婚者们就乐了啊，终于有看到希望了，就一个接一个的上场。结果呢，全都铩羽而归，因为这太难了。领头的就表示啊，要不咱们改天再比比。于是大家就纷纷响应。然后就在大家还在轮流试弓的时候，奥德修斯他就做好了战斗准备啊。他这个时候不还是扮成乞丐吗？然后他就跳出来了，说我也试试。那些求婚者就大怒，但是佩仪说了，来都来了，让他也试试无妨。于是啊，那个捧哏的，也就是他儿子忒勒，就恰到好处的提出了一个借口，说啊，这弓箭是男人的事儿，让他的母亲先上楼去，其实就是一会儿要大战嘛，就让他母亲先躲开。然后啊，佩仪就上楼去了，同时奥德修斯的那些仆人就把院门都给锁上了，就让这些人跑不出去。奥德修斯啊，这个时候就张弓搭箭，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嗖的一声，箭矢穿过了全部的12个斧孔，然后他就甩掉了破衣烂衫，再次张弓搭箭，第二箭就射死了之前用凳子砸他的那个求婚者。这一下大家就大惊失色呀，都想抄件兵器防身，结果身边发现啥都没有了，因为奥德修斯的儿子早就把院子里的武器都给拿走了，藏起来了。奥德修斯就站在门槛上，高声喊出自己的名字，并且一一列举众人的罪状。院子里这帮求婚者呀，都被吓破了胆。有人呢试图把所有的罪状就推到刚刚被射死那位身上，并且承诺说要黄金啊牛羊都奉上，要多少赔多少。奥德修斯就表示何解？此时此地，你们怕不是在说笑吧？二话不说就开始厮杀起来。本来啊，求婚者人数众多，因奥德修斯父子俩加上2个中仆，面对这么100多个求婚者，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关键时候啊，雅典娜出手了，所以这父子几人啊，优势在我，一枪一个，杀人如麻，最后把这些求婚者全都给杀死了。那雅典娜是怎么帮助他们呢？首先就是暗中操纵了这个投枪的轨迹，就是求婚者啊，后来他们也摸到了一些武器，多次向奥德修斯父子投掷那个长枪，但是雅典娜每次都使这个长枪偏离了目标，纷纷刺入了大门的木板、墙壁或者门框上。第二就是雅典娜还赋予了奥德修斯父子源源不断的体力和精准度，
帮助奥德修斯、忒勒和2个仆人手持利刃，一枪一个，将那些毫无还手之力的求婚者呀是彻底给歼灭了。最后就是清算时刻，家里还有12个女奴，因为耐不住寂寞呢，跟求婚者私通，被勒令把血污清洗干净，最后也被绞死了。最后他们夫妻相认的这个戏码也是加了一些戏，就是佩仪她被叫下楼之后，面对20年没有见的丈夫呢，是一言不发。这个时候他们夫妻俩各自心里都盘算着怎么向对方证明自己，或者说怎么让对方向自己证明他是他，因为毕竟20多年没见了嘛，这个形貌都已经大变样了。后来呢，是佩仪她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法子，她就说让乳母把内室那张床搬出来，让客人歇一歇。奥德修斯一听就大怒说那床搬得动吗？当年可是我亲手砍了院子里那棵橄榄树的枝叶，拿树桩当柱子围起来4面墙，然后在上面又砌出整间卧室了。除非你把那个树桩给锯断了，不然那床怎么搬呢？听到这儿这个佩仪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她知道这肯定是她丈夫，就含泪扑进了他的怀里。她说当年海伦，这海伦就是特洛伊里面那个海伦她说海伦就是被一个外邦人给花言巧语骗走的，所以她这些年一直提着一颗心，不敢轻易相信别人那这张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的构造的橄榄木床，那就是只属于咱俩的秘密暗号。故事讲到这儿呢，还没到结局，因为奥德修斯大开杀戒宰掉的那些求婚者很多都是本岛的贵族子弟所以这事儿怎么善后也是个大问题。当然了，现在因为奥德修斯得到了雅典娜的神助嘛，于是第2天早上他就带着儿子和2个中仆去田庄去找他老父亲去了。年迈虚弱的老父亲跟他相认，然后爷俩又痛哭了一场，然后咔嚓一下，雅典娜又用神力让老人家恢复了壮年的威仪。于是这祖孙3代是提矛跨剑，带着寥寥数人跟求婚者的家属大军就正面对上了。奥德修斯一家在神力的加持之下也是大杀四方，最后还是众神再次出手了。雅典娜出面制止，然后宙斯扔下了雷霆，表示差不多得了宙斯之所以干涉这事儿呢，是因为当时这个希腊英雄世界没有成文的法律，血亲复仇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所以奥德修斯杀求婚者合乎情理，但求婚者的家属为亲人报仇也合乎情理。那既然如果要你这么放任杀下去的话，那伊萨卡岛上最后就没啥活人了。所以最后呢，还是要诸神在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出现了，当一个和事佬。这个诸神表示奥德修斯，你以后永远就是伊萨卡之王，所有的复仇到此为止，剩下的人都忘掉血仇，签订合约，人跟人之间的仇恨到这儿就了结了。好，那人跟人的仇恨了结了，神跟人之间的仇恨还没完因为奥德修斯得罪了海神嘛。那好在当初在冥府的时候，先知就给奥德修斯支了招了，就是表示你杀光这些求婚者之后然后你就扛着一根船桨往内陆走，一直走到有人把这个桨错认为阳谷的那种木仙为止。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人压根就没有见过船桨，就他们离海神是非常遥远的。然后在这个远离大海的地方向波塞冬献祭。那海神一看，哇，我的威能既然能深入到此地再一看，奥德修斯在里面帮忙了，所以气儿自然就消了。不过那次冒险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以上就是奥德赛的整体的故事梗概，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